珊珊，啊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系鞋带。没有鞋带，你装什么有鞋带？下来。我跟你说，在这个大楼里边，我们是上下级关系，但是在大楼外，你是我女朋友。男朋友不可以送女朋友上班吗？我风腾谈恋爱为什么要遮遮掩掩的？再大的压力也要承受，你是最棒的。朝这个方向 ，Go。爱情很伟大，但是大老板的爱情真是逆天的庞大呀！大家早上好啊！哎，薛珊珊，听说今天早上是大老板开车送你来的？哈，你还说你没有跟大老板谈恋爱？怎么情人节刚过，你说你要加班的，大老板马上就送你来上班啦？那个大老板他就是顺便送上来。大老板的车还能顺便上呀？就是，老实交代，坦白从宽。珊珊，嘿，你和大老板在一起了？如你所见。珊珊，你也知道的，我在这办公室也没几个说得上话的朋友，所以跟你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，对吧？所以你有男朋友了，是不是应该先让我知道呀？你都知道啦？所以你们俩真的是男女朋友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珊珊，薛珊珊，严总，薛珊珊也在这次加薪的名单上，你好歹给我个提示吧。加薪能有什么提示？就按公司的规章制度来办吧。话不好这么说吧，薛珊珊才是个助理，加多了是闲话，可是加少了，她是老板的女朋友，委屈了。老板的女朋友的薪水还要集团来发吗？哦，也对，这男朋友女朋友发钱，就是左口袋出右口袋进的事。大外人还说什么呢？不知道最后加薪幅度是多少。如果薪水整个大幅度上扬，那一定会被说事攀关系。大概没人会想是我工作表现好吧？可是依照风腾的个性，搞不好为了避嫌，反而缩小了调整的幅度。那对我不是太不公平了吗？这下好了，跟他谈恋爱，损失自己。哎呀，风腾啊风腾，你就不能忍着一点吗？等调薪以后，你再表明我们的关系，不好吗？
喂。下班了吗？嗯，刚下班。今天晚上我有个局，不能陪你吃饭了。你不是给我发短信了吗？我早就知道了。收到了，为什么不回我？那个，你怎么了？过几天调薪，不知道公司怎么认定我的表现呢？那你有什么想法？我当然知道我表现好啦，但是哪有自己说自己的，对不对？你得看公司怎么决定啦。我觉得公司当然是公事公办。啊？哦，知道了，再见。薛珊珊，原来被男朋友说公事公办，心里面会这么难受。好好的加薪，明明应该很开心的，怎么就变成这么难受的自我纠结呢？你今天能不能在老地方放我下车呀？你是觉得跟我在一起很丢人吗？当然不是啦，我就是怕我太胖了，想运动一下。可是我就喜欢你这么胖胖的。薛珊珊，你要习惯。大家好。薛小姐，来，坐。薛小姐，请喝茶。请喝水。谢谢。送的资料，来给你，还有你的。慢走啊。习惯什么呀？习惯这种奇怪的眼光和待遇吗？拜拜。封腾在22楼，他怎么会了解我所面临的压力跟处境呢？我现在送一份资料，可能都要花1个小时，太没效率了。这些同事眼前跟你热络，但说不准没应付好，背后还说你白富，拿着几秒当令箭。哎呀，但我只能战战兢兢地对付，完全不希望设立辞职的事再上演一次。珊珊，那真是辛苦你了。珊珊，你多想了。他们说你呢，不是因为你是助理。我虽然在家里待着，但是办公室的八卦我多少知道一些。工作那么忙，饭后总要找点素材减压嘛。你们还不知道当初他们是怎么说我跟严青的呢？啊？严总也会像我这样被说呀？当然啦，这就是我们信封的悲哀呀。无论我还有我哥跟谁好上了，总会有人说小话。我哥让你习惯，就是习惯这个。风月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对珊珊可不是很公平哦。我们严青哥当年可是华尔街的第1金童，被延揽到集团的。可是我们珊珊呢，就是个小助理，这诽谤的力道可不是一个级别的，你哪知道啊？珊珊啊，其实我觉得你也不用压力这么大。如果万一不行的话，就辞职呗。辞职？封腾又不是养不起你，把封腾和助理工作摆在天平上，这孰轻孰重应该不难选择吧？
我虽然跟风能谈恋爱，但是我也想有我自己的工作呀。我不想把感情跟工作放在一起去衡量。我想谈恋爱，我也想工作。可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，这个道理应该不难懂吧？其实珊珊啊，你真的不用那么辛苦的工作。不是我看不上你啊，你看你那么年轻，资历又浅，你到其他公司去，顶多也做个助理。我哥的女朋友是助理，我觉得吧，我也不是很支持。这下好了，连我的后路都被切得一干二净。你看你说的，以珊珊跟风腾的关系，这多少公司都抢着要珊珊呢，至少是个经理级的。那不是更老人画饼吗？那也得我哥答应嘛。你去跟风腾好好说说嘛。我去跟他说，我就在家里待着，我公司的事情从不过问的。要说别的你去说。我说他能听吗？你好歹是个公司的股东啊。那股东又不一定要发言的哦。你试试看嘛。我怎么说呀？哎，好了，你们这下都说到哪儿去了？其实我就是跟你们吐吐苦水，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糟了。我不会辞职的，我会继续留下来做这份工作。所以，你们千万别跟风腾说我说了些什么呀！哈。珊珊，其实那个午休时间到了，你们先慢慢聊啊，我回公司上班了，拜拜，拜拜。我才不辞职呢！好不容易过了试用期，现在可是劳动法保护着我的。看来真的只能如风腾所说的，要习惯。薛珊珊，你要习惯，往后不能再这么抱怨了。财务部12科财务助理薛珊珊，因期间工作表现良好，依照年资比例予以加薪8%，自1月生效。啊，好险好险！最后还是依年资比例加薪。如果因为我和风腾之间的关系给了我不合常理的加薪，那以后我要怎么在集团立足啊？珊珊，你也拿到加薪函了吧？你交多少？8%。才8%啊！才8%呀，我还以为10%呢。哎，珊珊，原来你薪水等级跟助理是一样的吗？是啊，我一直都是啊。哎，别说了啊，公司规定不能私底下讨论薪水哦。我想啊，大老板一定是不想让珊珊太显眼，所以呢才保持基本调整，对吧？哦，我想也是。你想，他们刚开始交往，何必倒人口舌呢？等到年底来个大升迁，做个科长什么的，哎呦也就行了嘛。对呀，两情若在长久时，加薪又岂在朝朝暮暮。我到底该怎么做才对？都领了我该拿的金额，也能有这么多的联想。哼，早知道我不客气的加个20%，至少看到钱心里还能痛快些。最好可以痛快啦，总不能拒绝加薪吧？老天爷啊，你何苦为难我这么勤奋努力的小小工薪族呢？珊珊，这些材料你帮我复印一下，我下午开会要用。好的。科长。珊珊，有什么事吗？科长，
我想跟您说说关于加薪的事儿。哦，加薪的事啊？嗯，你的金额是我批的，最终上头批下来的金额也是这些，怎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其实关于这次加薪，我特别想谢谢科长。哎，珊珊，其实说实在的，你刚来丰腾市的表现的确不尽如人意。可是你后来的努力和进步却是所有人都有目共睹的。我想我应该向你表示歉意，因为我作为你的主管，可能没有像其他科长那样顾虑到你跟大老板的关系。我知道，科长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才让我觉得这次加薪有被肯定的感觉。您根本就不用跟我道歉的，是我应该谢谢您。哎，这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啊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开心？哎呀，被直属上司肯定当然是好事啦。不过我们那种下层人民的疾苦，你这辈子是体会不到啦。哎，我得赶紧找房子了，不能再继续在刘总那儿了。你在你堂姐家住得不开心吗？没有啊。是溜溜的跟她男朋友。唉，只能说剪不断理还乱。如果我再继续住在她那儿的话，只怕我会更多麻烦。你是说你堂姐跟她男朋友住一起？是啊。不过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因为溜的男朋友去北京出差了，不在上海，所以我才跑去借住的。那你为什么之前没跟我说过？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，不用特别说吧。薛珊珊很好，但是我有一个疑问：你认为我会让你躺在一个其他男人躺过的床上睡觉吗？啊？大老板，你想太多了吧？姐妹之间住是很正常的事情啊，没什么的呀。从明天开始搬到我家来住。不行，我怎么可以住在你那儿呢？要不我住在柳柳家，用自己的床单还有被子。要不然我睡客厅沙发。打地铺。你堂姐和她男朋友结婚了？啊！大老板，你一天不跟社，他会怎么样啊？我错了，我保证3天之内，保证找到房子搬出去。1天，明天找不到就搬过来。那就明天。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，先把今天混过去再说。吃吧。我走啦。珊珊。明天。我知道了。晚安，拜拜。
我今天特地调休1天过来登记的，请老天爷保佑我一定要找到合适的房子，一起把这件事情搞定。唉，都是风疼了，非说什么男人睡过的床我不能睡，害得我1晚上没睡着。唉，最后打第1铺才睡着的，搞到自己腰酸背痛。喂，您好，请问是薛小姐吗？是啊，你是？我姓蒋，你叫我小蒋就可以了。我听说你是不是要租房子啊？哎，我们这边正好有一套房子，非常符合您的要求。您看。不是吧？我人才刚走出来哎。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联系方式的？啊，我啊，网上看到的。我有在网上登记吗？你有的。是吗？难道是中介这么快就把我的信息登在网上了？我有吗？可是这种就很少都是中介来联系的呀，哪有房主直接联系的？哦，其实是这样的，我跟那个中介呢关系还算不错。要不这样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，我带你去看看房子？现在是有。哦，现在有啊，那太好了。我现在也有空，我现在要不我开车过来接你？啊？这是骗子吧？哪有房东亲自接你去看房的？肯定是骗子，骗子！喂，薛珊珊，房子找得怎么样了呀？风腾，我刚刚接到一个电话，对方自称是房东，也不知道怎么知道我联系方式的，急着要我去看房，还说要回来接我，你说他会不会是骗子呀？是吗？我看都不像。要不然你把那个人电话发我，或者我让小张送你去。嘿，也对哈，那我就跟他说我把电话发给朋友了，然后我就在那个小区里面，找个保安，在他面前晃一晃，他就应该不敢乱来了吧？哎，这种事儿还要麻烦小张，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啊。那我们电话联系吧，我现在就把他电话发给你啊。好。喂，小蒋。那个我好像到了哎。是54号对吧？好，对，那好，那我就在楼下等你啊。哇塞，独栋哎！这么高端大气啊！这哪是我这平常老百姓消费得起的呢？小姐，我们这房子呢属于开间式的格局。哎，你看，这两边的采光啊都是非常不错的，还有这边的家具一应俱全啊。哎，小姐，还有这边，这里是厨房，薛小姐。哎，这里是我们的厨房。如果你想做些简单的料理呢，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哎，你想，在这闹市区里有这么一套精巧迷人的小房子，是不是很不错啊？这麻雀虽小，可是五脏俱全呀。重点是还离公司很近，这下我通勤和交通时间都可以省下多少啊！房东先生，这个房子一共有多少平米啊？这个房子大概60平方米，我想对于一个小姑娘来说，应该足够了吧？那这房子多少钱一个月呀？2500块。啊？2500。说实话，这个价格在这儿也有点太低了吧？便宜没好货，这其中肯定有鬼。安全起见，房产证拿来看看。
其实这房子不是我的，是我一个外国的朋友的。他昨天打电话给我吧，他说：“小蒋啊，你把我这房子随便租出去，随便多少钱。”所以这房产证啊，我是真的没有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如果你信不过我的话，你先住，再给钱。什么？你先住，住完过后你再给我钱。还有这样的？哦，这里采光特别好，跟你说，阳光充足啊，而且家具都是全新的，真的是无可挑剔了。价格又非常的合理，人家房东先生的朋友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，我要是再不租，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。那你一会儿下班过来帮我搬家吧。拜拜。等一下还有什么事吗？已经没有了。那好，帮我备车。大老板今天要提前下班吗？对，搬家。房东先生真的把这里打扫得一尘不染哎，那我今天不用打扫的也行。这里到你的公寓好像用走的就能到了，那我以后就找你去吃早餐，只当成绩义务吧。你说我找到这么便宜又漂亮的房子，是不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呢？小蒋，等一下那个房子随便租几个间都行，你看着办。对了，我提醒你一下，举动稍微自然一点，别像个诈骗犯一样。好。真的好像中彩票一样呢。给。哎，那我请柳柳和双姨来家里坐坐吧。不如隆重一点，请你堂姐还有她男友一起吃个便饭。啊？你打扰人家那么久，我总要表示一下吧。那我请客。你请客？可是不知道你租了房子以后，兜里还剩几个钱啊？也是哦。那就你请客吧。说到请客，我连今天晚上吃饭的钱都没有了。要不你也顺便请我吃顿晚饭吧？看你的表现喽。哎呀，好不好嘛？好，想吃什么？你说了算。哎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你是财务部的薛珊珊吧？是啊，我是薛珊珊。我们是不会是同事吧？我是研发部的黄玉，之前在公司见过你几次。你不记得了？我记得。你是黄玉。你住这儿？啊，我是刚搬过来的。哎，你不会也住这儿吧？啊，不是，我住前面的小区。那我们也算是邻居了，以后我们互相照顾吧。那我去上班啦，去吧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你听说了吗？严总的秘书 Sherry 啊，因为秘密情人的事儿，全部该走人了。真的？过了个情人节呀，大老板都接送他上下班啦。你资料是多久没有更新了？今天早晨研发部的黄玉看见他搬进了新套房里。你说这连房子都有了，好着
直接算得了什么呀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他看上去普普通通的，也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了，还是给大老板下了什么蛊。哎，那你说咱们在这补妆还有什么用啊？哎呀，咱还是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给收拾好吧。这套房也送了，我看这薛珊珊呀，也算是气数将尽。哎，你说现在这老板送多少套房给你美女够呀？那倒是，我觉得呀，这漂亮的女孩呀，唠叨就该收手啦。对。如果说要是能进封家这宅院，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啦。原来爱情道路上最可怕的，不是挡在面前的大石头，大石头可以翻越过去，而是那些不明真相的人抛过来的小石子儿。那么多颗，总有一颗会砸中你的吧？唉，风腾说过，我要习惯这种生活，但是这种生活真的好可怕。我以为自己准备好了，我以为自己有勇气的。可是，面对这些枪林弹雨，我单枪匹马，真的可以杀出重围去吗？你今天中午吃的什么呀？我在员工餐厅吃的盒饭呀。这个鱼特别的好吃，多吃点。我们之间的感情，真的是一顿惨一顿惨给吃出来的，不容易呀。走出嘈杂、充满谣言想象的办公室，回到风腾安静的公寓里，我们大概就像其他的情侣一样过日子。我喜欢这样，虽然没有太多的惊喜，甚至有点安静，但是却很舒服的相处。我喜欢这样的风腾，但不知道我在风腾的眼里是怎么样的女朋友呢？风腾，以后我做饭给你吃吧。你就别老请厨师了。这个厨师做的饭你不喜欢？不是，我只是想亲自煮饭给你吃。你会煮饭？按照你的标准来说，应该总不会吧？你就好好的、乖乖的留在我身边，陪我一起吃饭就好了，知道吗？风腾实在是太完美了，
除了陪伴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唉，与其说是女朋友，不如说是饭友。饭友，怎么感觉这么难听？你喜欢这个包的？对。这个有什么吃的啊？把这个拿过来。不是这个呀，这钱加有可行。这两个都是春季的。鲜的，对，颜色都太暗了。怎么样？好不好看？嗯，这个呢？这个也好看啊。哪个好看？更好看。你看，那个，这个，没事，我们再到前面去看一下。哎，你看那个，我觉得这鞋子你穿应该不错，来看看吧。珊珊啊，我给你挑了几件，我觉得颜色还挺适合你的。你看你喜欢哪件，要不要去试一下？那个特适合你，是吗？嗯，哎，这件你试一下啊。谢谢，麻烦你放进来。为了风腾，我需要努力提升一下自己的品味。不过，我的伴读能力还是 OK 的。哼。风腾，你看这个。我想送这幅画给叶老师，用色还挺大胆的，笔触呢也相当感性，就是架构不太成熟。不过价格我可以接受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整体来讲还不错。我不能接受我的艺术天分，太不 OK 了。I don't care. I think Tommy is no other agency can offer. You know?吃吧。挑菜和吃饭的能力，我还是1等1的。吃吧。真好吃。下班。哎呀，怎么成你呀？你要吃什么呀？哇，日本料理，走。好，日本料理。哎呀，快点啦，饿死了。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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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珊珊怎么还不走啊？他报表没弄错吧？
晚上一起吃晚饭。虽然谈恋爱是2个人的事情，但是一天24小时，大家都要工作、应酬、交朋友。扣除掉2个人平均在一起的时间，大概也只有2个小时。我能用这1/12的 OK 感觉去支撑其他的不 OK 吗？这个你拿着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帮你办的副卡，以后跟风月他们出去就用这个。不用了，我们不缺什么。别生气了。风月的消费能力我不是不知道。还是知美莫若胜。我尽量少去就行了。不是让你少去，你就当替我买单，给风月和丽叔请他们喝茶吃饭，但是偶尔要记得给自己多买几件衣服，知道吗？送我金卡，是想告诉我以后都没有时间来陪我了吗？还是把我当成那些爱慕虚荣的女孩子一样对待？应该不是吧？应该是怕我在风月和丽叔面前丢脸，所以他才会拿卡来保护我的自尊吧。本来是要帮珊珊打点行头的，结果你什么都没买，反倒是我们俩买了那么多东西。你每次不都这样吗？珊珊，哥不是给了你副卡吗？你怎么什么都不用呢？风月怎么知道副卡的事儿？风腾给我那张副卡是让我请你们吃饭喝茶的。那哪行啊！我约你出来就是逛街的，你非要请我们喝茶。你说逛了一下午，你什么都不买，弄得我们俩都不好意思了。不是的，是因为我没有看到喜欢的，而且我觉得那里的衣服也不太适合我。风腾给你副卡了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逛得我们俩脚都酸了，还选来选去的。风月，要不你就直接打电话给昨天我们逛的那家商场吧，给他们经理让他们直接封管。别，不用那么麻烦的，那里的衣服太贵了，我买不起。又没有让你花钱，风腾对你这么大方，你就接受他的好意嘛。哎呀，我就说了，他给我那张副卡是让我请你们吃饭喝茶的，我才不用他的钱买衣服呢。哎，你们一会儿想吃什么随便选，我请客。那好吧，那买东西的事儿我们就待会儿再说，我们先想想吃什么。好啊，你们想吃什么呀？泰国菜、韩国菜。